夏天绿豆糕，这时候是栗子糕，什么都没加，栗子的本味儿。哎，但也不用我管，你能吃上，好吃，好吃吧？嗯，你得一块搁在里头，你看看它甘甜不甘甜。松仁栗子糕，凉着下锅40分钟，捞出来剥了它。这个拿个生栗子来给它搅个口都，到时候好剥是吧？好剥。行了，这就知道了。对，把它剥出来。哎，怎么样？好了，这个我把它捣碎一下，稍微这么一碾。这是基本的，对，捣的差不多了啊。对，行了，锅螺，我这儿还有点儿，提前我给你弄出来的。好嘞，师傅。你说的太伟大了啊！你看没有？锅螺的非常细，对，是吧？你看看这个，全是颗粒。我为什么那锅螺呀？啊，就是拿勺碾压。秋天吃这个正好。对，好了。够了，这不要了。看看这大爷，非常细腻啊。在这里边加上松子仁，搁一块儿啊。这松子仁时间要炸一下吗？炸一下呢，糖桂花、松子仁炸点一上色就赶紧出来。这个松子仁生的都好吃，对，稍微一炸就行。拌成这种的，这种绿豆糕啊那种形式是在。行嘞，嘿，带上模子了。这个不能使劲压，压的太。它得有栗子的这种干松劲儿。这个做法呢，其实还是很简单，轻轻一压，轻轻一压，你看它再一提，这不就是栗子糕就出来了？你看，大爷，哎，你看这样，哎，大爷，你看栗子糕，栗子糕，好，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？对，这不就实力了？对，家里尤其有小朋友，多有成就感，大爷。好了，这个呢，为什么叫栗子糕？大爷，你知道吗？它有栗子的这种干松劲儿。哎，大爷不用我管，你能吃上，好吃，好吃吧？哎，吃完了说两条吧。干，就一字儿干，香糯甘甜，什么都没加，栗子的本味儿，完全都是原生态。我建议呢，在增加口感这方面，略微的拌一点砂糖，主要要增加一个什么？砂糖那种脆脆的那种口感。对，应季美食又是文化的传承，牛。记得关注老饭骨，中国味的传承，以生活味的美好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好，开始。有网友问啊，想听两位大师讲讲各种酱的专题知识（括弧在我的观念里，只有二伯做炸酱的时候使用的3种酱）。那最近呢，看虎皮鸡爪又出来一种柱侯酱，想知道这个各中区别、用处是什么？北方我们常见的就是一个黄酱，北京产的、天津产的，还有东北产的，还有山东产的，就主要在华北地区这一带。黄酱呢，味道也不同。另外呢，现在出现了一些黄豆酱，这样颜色呢比较暗浅，不是那么厚重，都能颗粒都能见到黄豆。还有呢，就是甜面酱，像我们吃烤鸭啊、京酱肉丝啊，炒一些菜啊，加的甜面酱。所有的这个酱呢，在运用当中要灵活，要巧妙。你看二伯炸了一个牛肉蘑菇酱，他就巧用了我们北方的蒜蓉辣酱、甜面酱和这个黄酱，巧妙的结合，加上这个调味当中的这种变化，加上辅料的这种形成，那酱炸出来就好吃。有说老北京的炸酱面谁家的正宗，谁家也谈不上什么正宗，就是你的酱炸出来一定要香、润，有味道。喜欢吃这种味儿，所以这个酱就是好，没有什么特殊的标准。除了这个北方的酱，菜的酱的全面性还是以粤菜为主，不光有煲仔酱，是吧？柱侯酱、海鲜酱、排骨酱、沙爹酱、沙茶酱、XO 酱等等。吃烧腊这个猪酱，它每个酱的用途不一样，将近有20来种。我们的菜系跟粤菜的菜系出来这个酱，比如说做一个八珍豆腐，它那种柱侯酱那种浓的这种香味儿，我们别的是替代不了的。你包括每个酱的配比，它都有方的，然后炒这些东西，这是死的酱范儿。这瑶柱呢，它这是都平的，要是1斤都1斤。XO 酱爆虾球、爆螺片，火候一定要到位。所以说用酱的话，最主要的目的是，不管用什么酱，都是增香、增味、增稠。